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疼你。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他是月月。毁掉一首歌有两种办法，一是把它设为闹钟，二就是循环播放。一首再好听的歌，循环一晚上都听腻了。可在上海的一家商场里，《宝贝对不起》这首歌被循环播放了10年，让每一个逛商场的游客都觉得有些诡异。若说这里面有蹊跷，那是没人相信的。再看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越看越听越觉得细思极恐，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商场说的是上海徐家汇太平洋百货。2000年以前，它曾是上海最火的商场之一。1993年开业，可从开业之后，市民们发现这家商场，你不管什么时候走进去，都只有一首 BGM 在循环播放，那就是我们开头听到草蜢乐队的《宝贝对不起》。各位试想一下，如果你是逛商场的游客，一进去就听这首歌，会是什么感受？更别提常年在里面的工作人员了，那得有多崩溃！1996年循环播放这首歌的第3年，终于有人忍不住了，在文汇报上发文公开吐槽，批评这种不换歌的行为不可思议，令人难以接受。可是批评归批评，太平洋百货方面依旧我行我素。根据上海人回忆，这家商场直到2002年，也就是循环播放将近第10个年头，才终于更换了 BGM， 停止了这个荒谬的行为。我们知道事其反常必有原因，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是行为艺术吗？再说这首歌啊，看歌名《宝贝对不起》，还以为是一首舔狗写的爱情歌曲，类似《想你的夜》，但实际上是写给小孩子的，而且越看歌词越令人觉得诡异恐怖。1万万句对不起，离开你是不得已，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疼你，真的不愿意又让你哭泣。就这么几句歌词，在一家商场里循环播放10年，果然上海人查到了这其中的缘由。原来上海徐家汇太平洋百货这个地址在解放之前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一家育婴堂，也就是孤儿院，专门收养在战乱年代被父母抛弃或者家人都死掉了的孤儿。1937年日本侵华，再也没人照看这些孤儿，于是他们不是死在了战火中，就是病死饿死。无数孤儿死在了育婴堂中，而且被草草掩埋在了附近的土里，只留下一座墓碑，上面写着万婴墓。解放之后，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孩子们非常幸运，不用担心饿死病死无家可归。可之前民国时期育婴堂那一代孩子的可怕遭遇，却一直在当地人心中成为无法抹去的阴影。90年代徐家汇太平洋百货建成以后，一些离奇的事情就传开了。夜晚，保安在商场里巡逻，经常能听到小孩子的声音，有时是哭泣，有时是笑声，循声而去，声音却忽远忽近，若隐若现，就好像在和你玩捉迷藏一样。夜班工作人员一时人心惶惶，但没有引起管理者的重视。不久之后，商场向肯德基学习，建起了一片儿童游乐区，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可建好之后，怪事儿就更多了。除了晚上有儿童的笑声、哭声之外，每天下班前，员工码放整齐的玩具，第二天一早都会散落一地，非常瘆人。从那之后，这里就被民间说成了上海10大凶地之一。而恰巧太平洋百货的老板是一位台湾人，台湾同胞我们都知道一向比较迷信，说老板找了一位高人，高人说商场里解放前冤死的儿童在里面游荡，所以才会发生奇奇怪怪的事情。破解之策就是每天在里面播放往生咒。可商场里播放这东西，生意还做不做了？咒曲这东西真不能随便放。我一哥们儿高考之前，他妈妈给他播放了1礼拜大悲咒，天天在家循环24小时播放。他说他考试时候满脑子都是咿咿呀呀的，最后什么也没考上。你看我从来不信鬼神，高考前就听了一首神圣的战争，最后反正是考上。据说商场这位台商老板专门请人花钱在泰国把一首经文改编成了这首歌曲《宝贝对不起》，并请草蜢乐队演唱，而且在商场中循环播放了10年。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这也解释了《宝贝对不起》这首歌曲的歌词为何如此奇怪合着它就是为这座商场定制的。那么循环播放了10年之后，疗效怎么样呢？听说不太好。后来商场里还是七七八八的传出许多闹鬼传闻，比如有顾客吃牛排的时候看见镜子里有小孩在流血。06年，有女孩说自己去看《速度与激情3》，看完已经是后半夜了，等电梯的时候人很少，却突然看见一个眼睛非常吓人的孩子，头突然掉了下来。
当然，这些都是传闻，今天已经无法证实。最后，我觉得呀，不管这大半夜小孩闹鬼的事儿真的假的，至少在那个战乱年代出生的孩子是非常悲惨的，死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而且不会有人记得他们。像我们父母那辈人能出生在新中国，确实是一种幸运。就连我们最熟悉的6·1儿童节，实际上都是为了纪念被纳粹屠杀的儿童而设计的。所以我看到有的3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啊，在海边玩个泡泡都要买热搜卖萌上热搜，我就想谢谢大家，我是邓肯，咱们下期见。干嘛呢？